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给程序加上这个异常处理和操作日志的管理。为什么要弄这个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异常处理啊。量化程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必须保证程序的健壮性，就是说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至少说能够应对大部分的这种异常情况吧。因为我们的数字货币它是24小时交易的嘛，所以说你的程序一旦部署上去以后，开始运行了，那么就应该是7乘24小时这样的一个持续运行啊。如果说你的程序由于执行出错，然后中途退出了，那你所有的交易逻辑也就停止触发了，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很可能给你造成损失，尤其是你在做合约的情况下，很可能它就直接爆仓了。你所有的本金都没有了，是吧？然后我们常见的一些错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程序执行的一些逻辑错误，还有 API 执行的一些错误，还有网络连接的一些错误等等的，就是我们都必须对这些异常做一些处理。主要就是保证程序它不能够退出。所以说程序的健壮性非常重要啊，给代码加上异常处理是第一层的优化。后面我们讲到 VPS 部署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另一个是操作系统层面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说到时候会再加一层保障。这就是异常处理。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日志管理这一块，就是我们将程序执行的这个关键的过程啊，都给它记录下来。它的意义在于就是说，帮助我们定位程序的一些错误。注意啊，这里所说的错误不是说程序执行逻辑上的错误啊，就是说它是指那个业务层面的逻辑错误。就是说程序执行它是正常的，但是业务层面它输出来的这个结果是错误的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程序有日志记录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关键的代码的地方给它输出一些日志，然后我们通过观察关键步骤的这些日志记录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排查到是哪个地方有错误。另外也是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这个交易情况啊，比如说当前程序正在交易的这个操作的标的啊，它的倍数啊，它的方向啊，它当前的仓位啊，还有强平的距离啊等等的，还有比如说策略程序它当前的交易信号啊，还有市场当前的一些关键指标啊等等的，就是说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日志一样的把它给记录下来。目前我们的代码量比较少啊，所以说可能体现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到最后我们把它真正写完了，数字货币，合约加现货大概有2万多行，这还不包括股票的，股票的其实它更多。股票它因为它除了股票本身之外嘛，它还有比如说像 ETF 啊，还有 LOF 啊，还有这个可转债啊等等的。就是抛开交易代码不说啊，交易代码其实它也很多啊，就是抛开交易代码，光是策略部分就好几万行了，是吧？所以说股票，因为它不仅可以做技术面分析，它还可以做这个基本面的分析啊。因为股票是上市公司嘛，它不同于这个数字货币，它上市公司它就有财务报表，是吧？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那3张表，就是什么现金流量表啊、利润表啊，还有一个什么资产负债表啊，是吧？就是你可以获取它的，比如说什么 PE 啊、PB 啊、PEG 啊等等的这些指标，它可以引用这种基本面做量化因子。因为所有的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嘛，所以说代码的量它是很大的。当然了，我可能写的没那么精简，就是说当你的代码量大了以后，再加上你如果有多个账户同时操作多个标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日志记录的话，你就无法查看当前程序的一个执行情况，而且就说一旦有错误啊，你处理起来的话，你甚至都找不到出错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日志管理和异常处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所关心的这种怎么交易没啥关系啊，但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然后之前的代码里面呢，我们都没有加这一块啊，没有加任何的异常处理，也没有任何的日志记录这样的。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后面所有的代码里面都需要加上这一块的，所以我就想在继续后面的内容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异常处理和日志管理。那么，下面我们先讲这个异常处理啊。这个的话就是我先给大家演示几个例子吧啊。我在这里有个 test.py 文件里面，我们在这个里面去给大家写几个例子给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来定一个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打印一个这样的啊，1除以0，这个它是肯定报错的啊，这个它是肯定报错的，因为这个0是不能被整除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肯定会报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这么写的话，就是我们不加任何的异常处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把这个root 拿过来，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我们加一个循环吧，就是模拟我们程序执行的过程。就是我们程序在执行的时候啊，它实际上就是类似于一个死循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设定它每隔1分钟，或者说每隔30秒钟就是执行一次。当然就是说我们程序，比如说我们在发布了新的版本，或者说我们更新或者优化了一些策略之后，然后我们会去手动去停止它。但是就是说你没有干预它的情况下，它就相当于一个死循环一样，它不断的在运行，不断的在运行。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模拟一下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像这样，我们直接假如说不加任何异常处理，我们直接运行的话，你看它程序它就直接出错了，是吧？这个0不能被整除，它直接出错了，这样程序就退。这样我们加一个，我们给它休眠1秒钟吧，就模拟它持续运行的过程。你看它循环都不会循环，是吧？它直接就退出了。像这种情况下，那肯定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原来的代码就类似写法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要改进一下这个，就是我再来定义一个 est b。同样的，我们也是把这一段拿过来，我们这么写吧。我们这次我们加上这个异常处理啊。那么这个 try 和这个它就是我们把这一部分代码包裹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就会捕获到这个异常，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大家看到没有？它虽然出错了，是不是？但是程序它并没有退出，是不是？程序它还是一直在运行的，是不是？它程序还是一直在运行的。这样的话，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的这个一个目标，就是它能够输出这个异常错误，但是它不会让我们的程序退出。我们的程序，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执行逻辑，那么其中这一块执行逻辑出错了，它并不会使整个程序退出。这一块出错了，它其他的地方没出错，它可以继续执行啊，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做了异常处理之后，它就能够保持程序持续运行啊。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错误的话，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再改进一下这个。我们再来写一个，比如说 tst 测试 C， 然后我们还是这一段啊。但是呢，我们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包啊，
比如一个什么包呢？就是安装一个这样的包直接安装一下。我们用这个包来做这个异常处理啊。这个包很好用啊，我给大家运行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啊。这样就安装成功了啊，然后可以关掉了啊。然后我们这个上面呢，我们就要导入这个包啊，导入刚才安装的这个包。错了，就这么样一个写法。然后呢，我们除了它这么打印啊，我们再加一个这么写啊。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实际上就是加了一个这样的，导入这个包之后，然后加了一段这样的代码，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这次是大家看到了吗？它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这个包它有一个好处啊，它除了告诉你说这个出错了是吧？这个是我们正常的打印的时候，这么打印的时候，它这么这里显示出来的。那么这个包里这个包里有个好处，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它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它最前面它说第28行，第28行在哪里？就是这一段代码触发了它这个异常是吧？然后它提示你第33行，这是第28行嘛？然后他说第33行执行的这个方法，你看我们第33行是不是执行这个方法？然后他再告诉你第24行，这个出错了，然后我们再看第24行，对，第24行就是这个嘛，是吧？所以说它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不仅告诉了你是什么错误，是吧？是这么一个错误，同时它告诉你这个错误发生在哪一行代码。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代码量很大的时候啊，你通过这么一查，你就能够很清晰的查到我们这个代码它具体出错出在哪一行。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来管理啊，就不用那种最普通的异常处理方式，我们用这个包来管理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一种方式啊。这样的话它会有个什么问题？它就是把这个错误直接显示在这个终端了，是吧？那么我们实际上不是要这种效果啊，我们想把它保存到文件里面去，就是说我们想把程序里面所有的异常错误都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去。这样的话，比如说以后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比如说我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或者通过触发的方式，就是说只要它出现错误了，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文件的内容，比如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你的手机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试着知道说我的程序它某个地方报错了，那我的手机收到的这条信息嘛，是吧？收到这个邮件，那么我可能就需要马上去修复一下这个错误，并且我可以知道这个错误它这个具体什么的错误，然后我可以根据紧急程度，是吧？是不是我需要马上去修复它？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想把它写到文件里面去啊。写到文件里面的话，我直接这么复制过来啊，就这么个写法。这个就是我们定义一下这个日志的文件路径啊，和它的文件名，这样就相当于是当前这个目录下面一个这样的文件名字，用这个文件来保存这个错误日志，然后再加这么一段啊。
再加这么一段，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包里面的调用它的这个方法，然后把错误日志写到这个文件里面，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它会进行异步处理，因为我们的那个后面会讲到啊，我们会多账户的时候，多侧面的时候，我们会采用多线程的方式啊，所以说这里我们不给它写成处啊，就是异步处理写成处，然后这个错误的等级是我们给它定义成 error， 就是记录错误和更严重的这种错误的信息，就定义成这个吧。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每个文件的大小是20兆，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往这个错误日志文件里面写内容嘛，它超过20兆之后，它就会另外建一个新的文件来保存这个错误日志。所以说就是说它每用20兆的大小来分割这个文件。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个是 UTF-8嘛，就是支持大部分的这种字符集，这个就是格式，时间的格式，年月日时分秒是吧？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错误日志写到文件里面去了啊，我们运行一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啊，那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日志写到这个文件里面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想把这个终端显示给它隐藏起来啊，就是说我们想让这个错误它只记录到这个日志文件里面，它终端不显示，不要显示出来，显得很乱，是吧？所以说我们给它把那个终端日志给它关掉啊，然后就这么加这么一段代码，就加这么的一段代码，实际上就是关闭错误日志的终端显示，它只写入文件啊。这样的话，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啊，运行这个，你看它就只是显示了这个错误是吧？但是它没有那个详细信息，它没有显示了啊。然后我们关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它就有了，是不是？它有更详细的信息，但是终端信息我们没有显示出来啊。那么这就是异常处理，异常处理我们要用这个啊，这个就能这样的话，我们既方便我们去查看我们的错误日志，是吧？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定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同时呢，它又不会使程序退出，程序能够不间断的运行，是吧？尤其是比如说你只是出现了一个网络错误，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每隔多少秒是吧，都去执行一次，都去执行一些，比如说计算这个那个操作信号啊，或者说查询一些仓位啊什么的，就是说你会不间断的在执行一些命令嘛，然后有个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网络延迟的问题造成了一个错误，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错误实际上我们可以忽略的嘛，是吧？所以说这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程序不能中断，我们继续让它执行，继续让它往下执行，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些代码都移到那边去啊。这个导入的放在上面去了。这来吧，这些后面都会把它去掉了啊，后面都是由那个策略程序传过来的啊。现在先是这么写啊，现在我们因为还没讲到那里去，
这些后面也都是要去掉的。然后我们这所有的地方啊，我们都要加一个这样的代码块啊，把它包裹起来。把它包裹起来。每一个都要加一下啊。后面我们写任何一个代码的时候，我们都要加这么一块。所以说这也是说我为什么现在要讲一下这个东西，要不然后面的话代码量越来越多，再来讲的话就没那么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先在去后面的内容之前，先把这一块讲一下。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执行逻辑里面，我们都要做异常处理。然后接着我们来讲这个接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志管理这一块啊。我们希望把那个程序执行的一些关键过程或者说关键步骤给它保存到文件里面去啊，也是做一个日志记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上面定义一个方法吧，就是写日志啊。那么同样，我们要用这个把它包裹起来啊。防止它出错导致程序退出。那么这里也是，这里我们直接定义一个吧，比如说叫定义一个这样的文件，直接复制过来吧。开录一下这个报，这就是这个是时间，获取当前的时间，把它转换成年月日、时分秒这样的。然后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我们就去新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如果它不存在，我就新建啊。然后再打开这个文件，往里面追加 A 就是往里面追加这样的一些当前时间信息和具体的这个日志信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写日志的一个这个函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去调用它啊。调用其实挺简单的啊，比如说平仓完了之后是吧？我们想把这个平仓的这一步的操作，我们给它写到日志里面去，那么就直接加一段这样的就行了。log 就是调用这个方法，然后里面的 message 内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平仓嘛，是吧？假如我就直接写，比如说操作，它是做多平仓，然后它的标的是什么呢？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标的。那么这个%s 就是说它这个后面跟的是一个字符串，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只是先暂时这么演示啊，就告诉大家怎么调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日志写进去，是吧？那么实际上后面的话，我们可能就写的比较灵活啊，就不会写的这么死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这么操作就行了啊。
然后比如说后面减仓的是吧？比如说减仓完了，我们也这样来写一下。是减仓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执行完操作之后，他就会往那个日志文件里面写记录，告诉我们做多告诉我们程序执行了这么一步操作，是吧？这样的话就把日志写进去了啊。我们等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啊，就是说在程序执行的时候，它经常出现什么，比如说像 OKS 上面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经常出现什么5000的错误啊，说它有个代码是不是？就是我们想，我们这么处理啊，我们想就是说我们再写一个方法来获取它这个具体的一些错误代码信息。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再来定一个方法。这个就是说我们来获取记录错误代码。那么这个的话，它是记录所有的这种异常错误都会记录嘛，是吧？那么我们想再把它那个关键的一些，就是专门针对 API 它的一些错误代码，如果它执行出错了，它会返回一个代码嘛，我们想把那个代码拿到，这样的话我们也把它写到这个日志文件里面去。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每一步操作，它如果说出现了某一个代码的话，那么我直接去查那个代码，我马上就知道它出了什么错误啊。那么这里的话怎么来写呢？首先也是啊，先不管怎么写，先都是这么一段，说异常动错。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提取这里面的内容啊，比如说我们执行的这样一个市价仓位全屏，它不就返回一个这样的吗？然后原来我们说过，如果它是扣在0的话，它就成功了嘛，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传到这个里面来，这就是这个返回的内容。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执行的一个动作啊。我们可以这么来写啊，比如说啊，我们这里执行完之后是吧？然后把这个传给他，然后我们定义一下这个我们执行的是什么呢？市价仓位全屏，也就是说，把这个返回的内容给他，然后我们执行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这个市价仓位全屏，然后我们再从这个返回的内容里面去提取它的这个返回的那个代码。这个因为返回的那些信息内容，原来我们都看了很多次了啊，所以说我这边就先直接把它写出来了，然后我们后面再来看啊。然后我们要
确。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我们来建一个仓啊，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没有仓位了啊，执行一下。订单已成交。那这里写了一条了，这个时间做多建仓这个标的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步已经体现出来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建了一次仓，然后它这里就写了一次啊，这个框架，这个是没有出错的啊。所以你下次比如说减仓了，它又会写一条这样的，这样的话你通过这个之后，通过这个记录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我做了一次建仓，又做了一次减仓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来看啊，看它的这个结构里面，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这里怎么写呢？实际上它刚刚我们这里调用的时候啊，我们是这么调用的嘛，相当于把这个返回的内容传给他了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它的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直接去获得它这个 code， 就是获得这个数字，相当于获得这个字符啊，然后我们再来判断啊，如果获取到这个等于什么？等于0呢？就是原来我们说过的code 0，它就执行成功了，不是？如果它等于code 0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就是说操作成功。然后再写上这个。那么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呢？它调用这个是吧？然后把这个返回内容传过去，然后动作是市价仓位全平，然后它进行这一步，它执行到这里的时候，如果code 0的话，它就会输出操作成功，然后也就是说它会输出操作成功，市价仓位全平，就这么个动作，它执行成功了，就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说它不是code不是0啊，那我们就要来，我们就想把它这个我看一下，我们要模拟一下这个，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有点慢啊，直接手动给它市价全平了啊。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个错误啊，模拟一个错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故意把这个写错啊。它返回的是什么？code 51001是不是？然后 message 就是说这个
不存在。那也就是说，这个标的的这么写法，它是不存在的啊。这样的话，它的返回的什么？code 是51001，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如果否则的话，就是那肯定是操作失败嘛，是不是？它肯定是操作失败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用日志记录的方式把它给写到日志文件里面去。它操作成功的话，我们就不用去写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按记录啊，做百分号 S， 让它去跟一个什么呢？把这个增加进去，就是我们操作这个市价仓位全屏这一步，然后它出错了，是吧？操作这一步加一个什么呢？在后面再跟一段字符串，是什么？执行失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code 要给它提取出来啊。百分号 S 也是跟一个字符串啊，这样写啊。这样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仓位没建成功嘛，是吧？因为它出错了嘛。现在我们再来建一次啊，它还是有错误嘛，是吧？我们看它会不会写到这个文件里面来啊？那么它应该在这个里面啊，把这个日志记录下来啊。我们再运行一下看一下。哦，错了，我们要把这个加到这儿来啊。直接加到这儿来。我们可以都这么来加啊。
可以每一步的都写一个这啊，都加一个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操作失败，设置杠杆倍数，操作失败，获取可加单数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吧？我们调用了这个方法，它进到这个里面之后呢，它就因为它不是扣在0嘛，它是这个嘛，是吧？所以它进到这里了嘛，它就说操作失败，设置杠杆操作失败，然后获取最大数量也是操作失败，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里面就有了设置杠杆倍数执行失败，扣的是这个；获取最大加单数量执行失败，扣的是这个，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清晰的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啊，这个哪一步执行出错了，然后它所对应的这个失败的代码是什么？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后面排错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更详细的内容，更详细的信息在这个里面。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或者说一个基本的这种异常处理和这个日志记录啊，就是说因为后面的代码我们都要用到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每一步操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加这样的一个处理逻辑，所以说我就今天就先把这一块先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基本的写法反正就这么写的啊，就是加这么几个函数在里面，然后在每一步就是你需要去记录的地方，你就去加这么一段代码就行了。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一个过程它比较重要，或者说这个过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什么的，那么你就在你需要的地方去加这么一段代码就行了。看一下。行吧，好吧，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异常处理和日志管理。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